2年37场相亲，你躲了36场，这一次你总得给我个准话吧？你看这男生，车房家里条件都摆着呢，人家就想找你这样的姑娘。既然我妈这辈子最大的本事就是查相亲对象的底细，那我不如把她这点本事变成正儿八经的生意。妈，你就看几条朋友圈，怎么知道她的房子是全款还是贷款？这不是他家江景房，是中介样板间。他说没谈过恋爱，可评论区比谁都活跃。朋友圈能骗人，细节骗不了人。妈，你这本事只用来查我太浪费了，咱们开个婚恋风控工作室吧，你当首席顾问。我忙活了大半辈子，退休了就只剩催女儿结婚这一件事儿。难道我这辈子就只能当林之夏的妈，不能做点别的？整整3天，赵秀兰都没再提催婚的事。林之夏也做出了完整方案，服务范围只做婚恋背景核查、风险防控，只拆骗局，不拆正常姻缘。要干可以，必须按我的规矩来。咱们是帮人避坑的，不是缺德拆婚的。就这样，催婚狂魔赵秀兰成了工作室的首席顾问，林之夏成了他的专属运营搭档。我本来只是想摆脱催婚，没想到这事儿真的成了。第一个客户的诉求是调查他的未婚妻，而距离他们的婚礼只剩1个月。他说他爸做地产，家里有写字楼，还留过学，可我提婚前公证，他就突然翻脸。接下委托的当天，赵秀兰和林之夏就分了工，林之夏负责线上信息核查，赵秀兰则从线下入手，找线索摸口碑。苏曼琪说自己在国外留过学，可她的留学证书是 P 的。她说父亲是地产大亨，可公开资料里没有半点关系。甚至公益活动照片都是从别人朋友圈里盗的图。他不是富二代，以前在美容院做过，还欠着债，半年前才开始包装自己。妈，这就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周明宇真要结了婚，公司都可能被他掏空。光有这些还不够，得拿到实锤，让他没法抵赖。让周明宇假装松口，说给他买婚房，还写他名字，他只要动心，就一定会露出真面目。看房子那天，林之夏扮成了售楼顾问，赵秀兰扮成了售楼处的保洁阿姨，提前跟售楼处打好了招呼，布好了局。这里环境还行吧，不过得看最大的户型，太小的我可住不惯。就这个最大的江景平层吧，全款买。钱我让我家里打过来，不用明宇操心。苏小姐，如果您这边全款，需要提前做资质审核，方便提供资产证明，这联系方式吗？这时候，扮成保洁阿姨的赵秀兰推着清洁车从旁边路过，故意把水桶晃了一下，水溅到了苏曼琪的鞋上。你怎么做事的？我的鞋你赔得起吗？信不信我让我爸把这里全买下来，让你滚出去！周明宇站在旁边，把这一切看得清清楚楚，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他终于看清，自己爱了半年的未婚妻根本就是个装出来的空壳。学历假的，家境假，连借我的钱也不是做项目。苏曼琪，你还有什么要解释？半个月内把200万全部还清，不然我直接报警起诉你。妈，我说的没错吧？你这本事比天天催我结婚有意义多了。他们都没想到，第一个案子刚结束，第二个委托很快就找上门来了。我想请你们查一下我的未婚妻沈雨桐，她太完美了，完美的不对劲，学历、家庭、做经历都查得上，她认识的人也都说她温柔、干净，没问题。完美的可疑。林之夏第一时间做了线上核查，可结果跟傅成宇说的一样，沈雨桐的背景干净的像一张白纸。妈，线上能查的我都查了，没有问题。别盯着线上死磕。你看这里，3年前这半年只有一句海外项目交流，这才是最大破绽。通过沈雨桐的同学辗转联系到了几个跟他关系不错的朋友，终于找到了突破口。你确定是陈凯？他们后来还有联系吗？妈，沈雨桐大学谈过的男朋友叫陈凯，他现在是星图科技的联合创始人，还是首席技术官。他不是来谈恋爱的，他是带着目的接近傅成宇的。
所有的线索都串了起来。这场看似完美的爱情，从始至终都是一场针对傅成宇和他公司的商业阴谋。不能直接摊牌，要给他一份假的核心文件，让他自己把证据送出来。先别摊牌，你假装还信他，把这份假计划透露出去，只要他转给陈凯，证据就会自己说话。最近公司会有个新并购计划，还没定，你听听就好，别往外说。嗯。现在怎么办？先止损，再摊牌。人可以演，证据不能乱。第一，傅成宇立刻调整公司的核心研发团队，更换所有保密系统，把之前泄露的商业计划全部推翻，重新制定新的发展方案，彻底堵上沈雨桐能接触到核心机密的口子。第二，星图科技拿到的是假计划，投入的资源越多，判断就偏得越远。证据链准备好，今天就启动诉讼。沈雨桐，你发陈凯的邮件，你伪造的身份，你做过的事都在这里，别再演了。以后傅家的婚恋风控顾问就交给兰姐工作室。工作室的生意越来越红火，赵秀兰和林之夏也越来越忙。可树大招风，他们拆穿了太多婚恋骗局，挡了不少人的路，麻烦也随之而来。他们说我们是拆婚专业户，还说你收钱伪造证据。妈，我现在就发视频澄清。别急，他们就是想激怒我们，让我们自乱阵脚。越是这个时候，越要沉住气。这些账号的运营主体跟苏曼琪和陈凯都有关系，是他们在背后联合报复我们。不跟他们打嘴成章，联系客户作证，证据交律师。他们跳得越慌，露出来的马脚越多。赵秀兰联系了之前所有的客户，周明宇、傅成宇，还有不少被他们帮过的人。大家听说有人造谣抹黑，都主动站出来发声，给工作室证明。材料够完整，平台申诉、名誉权诉讼、诽谤证据提交，可以同步推进。原本网上的造谣者一看这阵仗，瞬间慌了，带头的几个账号连夜删帖跑路，工作室的账号不仅解除限流，反而又涨了10几万粉。妈，我以前总觉得你催婚烦，现在才发现你真的太厉害了。以前是妈不对，总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你。现在我才明白，人这一辈子，不是只有结婚生子这一条路。这天，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委托，委托人叫阮清，是一名小学老师。我和顾景琛3个月后就要结婚，顾家条件很好，对我也很好，可我总觉得哪里不对。他每天都吃药，可不让我碰，说只是维生素。顾家还一直催我领证怀孕，说生儿子就给房和500万。姑娘，你别怕，婚姻是一辈子的事，宁可不嫁，也不能嫁错。接下阮清的委托，赵秀兰和林之夏立刻分了工，开始了全面的核查。他们不是单纯想让阮清嫁进去，是想让她尽快怀孕，把孩子和她都绑进顾家。赵秀兰托了朋友，查到顾景琛有严重的遗传性神经疾病，发病之后根本没办法正常生活。他们选阮清，就是看她单纯，家里普通，好控制，好催生，还能当顾景琛的免费保姆。这些只能说明顾家很不对劲，但没有顾景琛的诊断证明，阮清一摊牌，他们照样能反咬。喂，我知道你们在查顾景琛，我这里有你们要的东西，也有阮清必须知道的真相。见面的地点约在一家隐蔽的茶馆，沈曼穿着得体的旗袍，妆容精致，可眼底的疲惫和落寞却怎么都藏不住。我知道你们在查顾家，也知道阮清不能嫁进去。我这辈子已经困在顾家了，阮清不能再被他们困住。这里面有景琛这些年的诊断证明和记录，还有顾宏远安排人改体检报告的证据。我只求你们一件事，让阮清赶紧离开顾家。你把证据交出来，就不是一个人在扛了。
阮清，我们会护住。拿到沈曼给的铁证，赵秀兰和林之夏第一时间联系了阮清，把所有的真相和证据全都摆在了他面前。阮清，这不是你的错，错的是他们骗你、瞒你，还想把你困进去。在赵秀兰和林之夏的陪伴下，阮清很快就做了决定，退婚。顾景琛，喂，婚我不结了，你们顾家瞒我的事儿我都知道了。你说什么？你敢退婚，顾家不会让你好过。顾叔叔，我会退婚，也会把你们隐瞒病情逼我怀孕的证据交给律师。他在赵秀兰的帮助下，找了律师以欺诈罪起诉了顾家。证据链已经完整，退婚声明、病历、婚检作假、威胁录音都可以同步提交。同时还把顾家骗婚的事情告诉了媒体。我公开这件事不是为了报复，是不想再有别的女孩被同样的谎言骗进婚姻。事情一出，瞬间引起了轩然大波。顾宏远的公司股价大跌，之前合作的伙伴也纷纷终止了合作。顾宏远，我陪你演了半辈子的体面，到今天为止，够了。兰姐、之夏姐，谢谢你们，是你们把我从那个困局前面拉了回来。顾家骗婚案结束之后，工作室的业务范围越来越广，赵秀兰也成了本地婚安方面的特邀讲师。不管对方条件多好，只要催你领证、催你怀孕、催你放弃核查，就一定要停下来想一想。他们都不知道，接下来他们会遇到一个更棘手的案子，一个针对高知女性的、隐藏得更深的婚恋骗局。工作室来了一位新的承托人，苏晴，博士毕业，副主任医师，典型的高知女性。她说在高端相亲平台认识了一个叫林之伟的男人，对方说自己身家过亿，独自带着一个女儿，对苏晴体贴入微。交往这1年，林之远以各种理由前前后后跟苏晴借了500万。可就在前几天，林之远突然消失了。他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我读了这么多年书，救了那么多人，怎么就这么傻，被一个连名字都是假的男人骗得倾家荡产？姑娘，现在不是哭的时候，我们一定帮你查到这个人，不能让骗子就这么逍遥法外。这个案子比之前所有的案子都要棘手。妈，这个骗子太狡猾了，电话卡、微信、银行卡全都不是他的真实身份，线索全断了。骗子再狡猾，也不可能1年里一句真话都不说，假话是编的，生活里的细节才最容易露出尾巴。赵秀兰熬了2天，从几百页聊天记录和几10小时录音里，终于拎出了3条破绽：周边县城口音、港口气勺和海鲜市场声，还有他女儿学芭蕾的机构，就从这3个地方查。可排查了1个星期，还是没有任何进展。苏晴那边也遇到了麻烦。苏晴，你听我说，钱的事我们一步步想办法，人还在，就一定有路，千万别一个人硬扛。他不用自己的卡，反而说明这些卡很重要。查持考人、亲戚、朋友、同伙，总会有一条线连回他身上。李建军，无业，之前因为诈借坐过5年牢，出狱之后根本没有收手。这不是只骗了苏静一个人，同一套人设，同一套话术，他是专门盯着这些姑娘下手。林之远是假的，工程老板是假的，丧偶带女儿也是假的。就是他，就是这个男人，他骗走了我所有的积蓄。可李建军的真脸一露出来，他们才发现他背后藏着的不是一个骗子，而是一整个诈骗团伙。地址、账号、走账、银行卡都对上了，他不是一个人，背后还有同伙在做假证。聊天转账、假名、前科都要按时间线排好。报案不是讲故事，是交证据。材料我们会核验，涉案转账和多名受害者线索会并案处理。出租屋里，办案人员查到了多部手机、银行卡账本和多个相亲平台账号。
苏晴不是唯一受害者，这是一条早就跑了很久的线。目前已经追回大部分钱款，银行那边也同意先做延期处理。钱能追回多少，我们继续盯，但你先把身体和日子稳住。如果还有人像我一样掉进去，我也想拉他一把。而赵秀兰和林之夏也通过这个案子意识到，婚恋骗局远比他们想象的更猖獗，他们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王姐，你是不是还有话想跟我说？我老伴儿走了5年，孩子都在外地，平时家里就我一个人。半年前，他在中老年相亲群认识了张卫国，对方自称退休大学教授，老伴离世，子女在国外。秀琴，以后你不用一个人撑着了，我陪你，咱们一起养老。前几天，张卫国说看中了套养老房，想写2个人的名字，但钱在理财取不出，让他先出80万首付。他有点犹豫，这是他全部的养老钱。王姐，1分钱都不要转，感情可以慢慢看，养老钱不能拿来赌。教授身份是假的，子女在国外是假的，身份证、退休证、房产证也全是伪造的。他不叫张卫国，他叫刘长贵，专骗老年人的养老钱。这些钱是他们后半辈子的依靠，他怎么下得去手？怎么会呢？他每天都对我嘘寒问暖，还说要陪我养老，他怎么会是骗子呢？现在不是只保住你这80万，得把他抓住，不能让他再骗下去。王秀琴的80万暂时保住了，可电话名单上的每一个名字背后都藏着一个被甜言蜜语掏空的后半生。妹子，我也是差点把80万交出去的人，咱们不是丢人，是差点被人毁了后半生。他们先是联系了那些受骗者，跟他们说明了真相，又去报了案。材料我们先受理，接下来需要王阿姨配合，假装答应转钱，把刘长良约出来。秀琴，我就知道你信我，钱带了吧，咱今天就把房子的事定下来。您看，这个是合同，80万首付。王姐，你的钱守住了。王秀琴案结束后的晚上，网络上突然涌出了一群声音：妈，这些号不对劲，不像普通网友，有人在带节奏。同一批号，同一时间，同一套话术。妈，这不是骂起来的，是被人推起来的。他们开了一场直播，回应了所有的质疑。他们要我们乱，我们偏不乱。今晚不吵架，只摆事实。他们整理提交了工作室所有的资质文件，证明所有业务都合法合规。接着，针对网上的抹黑谣言，委托律师提起了诉讼。澄清是第一步，造谣的人也得为自己说过的话负责。这场风波不仅没有搞垮工作室，反让更多的人知道了他们，粉丝量突破了100万，成了全网知名的婚恋安全账号。找他们做委托的人更多了。这天，工作室接到了一个特殊的委托，委托人不是别人，正是赵秀兰的老姐妹，跟她一起退休的同事刘阿姨。秀兰，你帮我查查这个男生，也帮我劝劝我女儿。他现在什么都听不进去。他家确实有钱，富二代身份是真的，可越是真的，越奇怪。他为什么这么急着盯嫁妆？赵秀兰和林之夏很快就查到了这个男生的底细。他不是想娶人，他是想拿婚姻当口袋，把姑娘家的嫁妆装进去还债。这事儿不能硬硬呀，夏夏，你们年纪差不多，约他出来聊一聊。第二天，林之夏约了刘阿姨的女儿在咖啡厅见面。我只是想跟你聊聊人生，聊聊什么是真心。我也曾经以为我妈所有反对都是控制，后来才知道，有些难听的话背后藏的是害怕。
他在外面有好几个暧昧对象，他是欠了债，想用你的婚姻替他还账。我一直以为他是想控制我，现在才明白，真的只是担心。这么急着叫我出来，怎么了？分手，婚礼取消，我的婚姻不是给你还债的工具。妈，以后你担心我，可以好好跟我说，我会听的。秀兰，谢谢你，你不光救了我女儿，也把我们娘俩的心结解开了。妈，你看，一开始我们只是想开个工作室，没想到真的陪这么多人走过来了。庆祝会的最后，林之夏和赵秀兰一起切了周年庆的蛋糕，母女俩相视一笑，所有的话都在不言中。工作室全国合作扩大后，每天都有全国各地的人来找他们咨询。一个叫李萌萌的女孩也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工作室。他让我辞职，说我去他的城市一起做创业项目，很快就能实现财务自由。他的公司信息不对，官网像临时拼出来的，注册地址也对不上真实办公地，让他辞职，离开学校，离开熟人圈，这倒像骗人拉人的路数。已经有好几个女生被他成功骗到了，先别让他出门，证据赶紧发给他。萌萌，这人不对劲儿。萌萌，听阿姨的，现在把行李箱合上，哪儿都别去。我差一点就真的走了。李萌萌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了学校，提醒更多的同学不要被骗。事后，李萌萌给他们写了一封感谢信，她说是他们救了她的人生，让她明白不管什么时候都要保持清醒，不要被虚假的爱情和承诺冲昏头脑。李萌萌终于从传销火坑前退了回来。案子结束后，赵秀兰和林之夏针对大学生开了防骗讲座，提醒他们保护好人身财产安全。可就在一切都顺风顺水的时候，林之夏的个人问题再次被提了起来。这次不是赵秀兰催婚，而是身边的亲戚朋友还有网上的粉丝，大家都说她帮这么多人看清了婚姻的真相，自己也该找个靠谱的人谈一场甜甜恋爱了。夏夏，妈妈再也不催你结婚了，你想谈就谈，不想谈就不谈，只要你过得开心幸福，妈妈支持你所有的决定。妈妈，谢谢你。我当初只是想摆脱催婚，没想到最后不仅达成了和解，还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样子。赵秀兰的话让林之夏彻底放下了心里的执念，母女俩的关系也进入了最舒服的状态。这天，工作室接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委托，委托人是一对即将结婚的情侣，男生叫陈宇，女生叫林晓，他们是大学同学，在一起8年，马上就要结婚了。我们只是想给婚姻做一次全面的体检，规避未来婚姻里可能出现的风险。这才是婚姻该有的样子，不是互相算计隐瞒，而是坦诚相待，一起面对未来的风险，一起规划未来的生活。他们帮陈宇和林晓做了全面的婚前财产规划，梳理了风险，给了他们很多专业的建议，也听他们讲了8年的爱情故事，被他们的真诚和爱意深深打动。如果可以，我们想请你们来参加婚礼。我们一定来。陈宇和林晓的婚礼办得温馨而简单。赵秀兰和林之夏坐在台下，看着这对年轻人，都红了眼眶。这场婚礼给了赵秀兰和林之夏很大的触动，他们决定在工作室的业务里新增一项婚前风控规划服务。
这一年，赵秀兰和林之夏带着工作室，帮了很多的人，也收获了很多的成长和感动。可树大招风，麻烦也再次找上门来。妈，不对劲，有人假扮我们收钱。主体找到了，法人、地址、收款账户都能对上，把证据保存好，不能让他们逍遥法外。大家别怕，也别单独去闹，证据我们统一走正规流程交。接到报案后，他们很快就展开了行动。山寨工作室全部查封，背后的操盘手和诈骗团伙也被一网打尽。这天，赵秀兰接到了一个来自云南的电话，是之前顾家案子里离婚后去云南开民宿的沈曼打来的。沈曼在电话里说，她在云南认识的很多独居的中老年女性，很多人都遇到过婚恋骗局，想请他们去云南做几场讲座。赵秀兰一口就答应了。今天主要给大家讲一讲常见的诈骗类型，像假婚姻、假投资这些。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大家看手里的讲义，上面都有关键词，不明白的随时问我们。这个张桂英阿姨情况最严重，她把一辈子攒的钱都捐给了所谓的支教老师，现在人联系不上了。张桂英阿姨家里穷，那点钱是她一辈子的积蓄，被骗之后，她天天以泪洗面，甚至有了轻生的念头。赵秀兰和林之夏知道之后，立刻帮她报了警。顺着线索往下查，只用了3天就查到了骗子的真实身份。这些转账和账号线索比较完整，我们先受理核查，后续需要你们配合补充信息。拿回钱的那一天，张桂英阿姨满脸感激。妹子，谢谢你，你们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从云南回来之后，他们做了一个决定，启动乡村女性防骗公益计划。乡村女性防骗公益计划启动之后，赵秀兰和林之夏带着团队走遍了20多个省、上百个乡村，给无数的女性做了婚恋讲座。林之夏也在这一路的公益之行里得到了真正的成长，变得越来越坚韧，越来越有力量。时间过得很快，转眼间，兰姐回安工作室成立快2年了。可就在一切都越来越好的时候，赵秀兰的身体却出了问题。这天，她在社区做公益讲座的时候，突然晕倒在了讲台上，被紧急送到了医院。您好，是林之夏吗？赵秀兰女士在社区活动中心晕倒，已经送到急诊，请您尽快过来。看着躺在病床上脸色苍白的母亲，林之夏的眼泪瞬间就掉了下来。讲座结束了吗？台下那些人资料有没有发完？妈，你别再这么拼了，你好好的比什么都重要。赵秀兰住院的这段时间，林之夏放下了所有的工作，寸步不离地守在医院里照顾母亲。妈，你可以继续做你想做的事，但必须照顾好身体。一线交给团队，你只负责把控方向，给大家指导。行，听你的。我的夏夏真的长大了。出院那天，天气很好，阳光明媚。林之夏牵着母亲，他知道，不管未来遇到什么风雨，只要他和母亲在一起，就什么都不用怕。以后筛查我来定级，排批轮值，兰姐只做顾问了。这天，一个19岁的小姑娘找了过来，说网恋男友想让她跟他私奔。接下了委托后，他们很快就查到了真相。这个男欠了大笔外债，想把小姑娘骗到外地换钱还债。这一晚，林之夏和赵秀兰同步联系女孩父母与办案人员，上传证据包，建立保护闭环，避免了一场悲剧的发生。谢谢你们，救了我们的女儿，救了我们一家人。妈，你放心，你想做的事儿，我会一直做下去。你走过的路，我会带着更多的人一直走下去。赵秀兰彻底开启了自己的退休生活，平时跳跳舞、养养花，
偶尔去工作室看看，做做讲座，日子充实又惬意。这天是赵秀兰的54岁生日，林之夏给母亲办了一个生日宴。吹蜡烛的时候，大家让赵秀兰许个愿。第一个愿望，愿我的夏夏往后平安开心，做自己想做的人。第二个愿望，愿天下姑娘都能被真心对待，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第三个愿望，愿这个工作室一直做下去，能帮到更多的人。3、2、1，妈，生日快乐！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的。生日宴过后，新的故事又开始了。赵秀兰依然做着她的讲座，用自己的经验帮助更多的人守护自己的幸福。林之夏带着工作室的团队继续往前走，把事业做得越来越大，帮了越来越多的人。他们的故事温暖了很多人，也照亮了很多人的路。他们仍会遭遇各类案子与风波，却再也不会害怕，只因母女同心，坚守初心底线，就没有迈不过的难关。办公室里，团队的小伙伴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电话声、键盘声、讨论交织在一起，满是生机和希望。墙上挂着各地客户送来的锦旗，挂着他们的初心，守住良心，守护幸福。他们的故事还在继续，而关于爱、关于成长、关于守护的故事，永远不会落幕。